我特别喜欢短头发的女生。从追求她到现在，我真的付出了很多。我拼命的工作，就是为了满足她的需求。我也没有干多少对不起她的事儿啊，能别天天跟个唐僧似的跟我念叨个不停吗？我要求的不多，我就希望她能老实一点。我希望她的眼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觉得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谁都有选择权利，不是吗？一路走来，也许太多人生的无奈。这个标题有点吓到我了。爱情真的能够那么随便吗？到底这个随便指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邓，24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名婚礼策划；女主人公小韩，23岁，同样来自湖北，现在待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你们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布密码箱里的秘密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这个标题给的挺可怕的啊，叫“恋爱真的能随便吗？”是指他随便是吗？还是你随便？其实我刚开始跟她谈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短头发的女孩啊，而且她那个时候给我印象特别开朗，属于是一见钟情。但是没想到后来发现她的一些所作所为吧，让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随便的女孩，知道吗？我怎么随便了？你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不就这样吗？好，今天说实话来到这里就是想让大家当个裁判，当个见证者，来说一下孰是孰非。刚开始谈没多久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她做了一件很离奇的事情啊，她居然把自己的前男友介绍给闺蜜。怎么不可以吗？我跟我前男友分手了，她愿意跟我闺蜜在一起，我闺蜜愿意跟她在一起，那是他们两个事儿。关键她前男友跟她分手还是因为那个男人劈腿。你是介意她把她的前男友介绍给她闺蜜这件事儿，还是介意他们之间还有往来？其实她前男友为人我不想评价，也不介意。我介意的是她一直跟她前男友纠缠不清啊。那咱俩我怎么纠缠不清了？她跟我闺蜜在一起的时候，以后在一起出去的时候，你都去了吗？她不只是跟她前男友纠缠不清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她没到，我打她电话怎么打不通，我也担心她嘛。完了，我们有一些朋友是一起认识的，有个朋友说你打他另外一个号啊。我那时候才知道他有另外一个手机号，等他来了，他去上厕所，我没吱声，我就把他另外一个手机号拿来看了一下，里面尽是一些在微信上面跟这个那个的一些暧昧的短信，连老公老婆都叫上了，这让人觉得特别的气愤，您知道吗？是吗，姑娘？是有俩号码吗？我是有2个号码，在没认识他以前我就有2个电话号码，但我认识他以后我就一直用1个号码。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那个手机一直不太好用，我就把另外1个号码就续了费。他说的在第2个号码里面，他看到了一些暧昧的短信，确有其事吗？有。你为什么要跟那些男的在微信上只能热情火热？那你没有时间陪我，难道我就不能够找些人陪我玩一下吗？跟陌生的人，按他就说他小啊，怎么去玩？你也可以有的时候，你的心态也能够理解他一下。毕竟我没有什么时间陪他。那关键跟我们一起的哥们儿之间，他也做的是有点过分。你说你是不是个男人，胖子？是胖子是。他做什么了？你问问他啊。他跟我认识是因为他的哥们儿，我跟他哥们儿比他还早一些认识，我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他认识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在 KTV 里认识的。我就是一个非常直接、很开朗的女孩，我跟他们像哥们儿一样，随便就是。你那叫开朗吗？你那叫开放。你坐在人大腿上，没。那我跟你认识第一回，我坐你大腿，你不是挺开心的吗？等等啊，就是他第一次坐的是你的大腿，然后你一见钟情了，然后我就追他了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，是按照妻子的标准一直去对待他的，知道吧？等于你把他追到手之后，发现其他男人的大腿他也坐，啊，你估计是把这个当板凳了哈，没觉得有什么没有，我觉得这是好朋友，因为我跟他们朋友特别好的关系，不是说谁都可以。不是这个事儿，因为我跟他哥们关系特别好，他知道，要不然他哥们知道我所有的。对，我理解，就是你跟他哥们儿非常好，你就当板凳坐了，没什么。可是你们俩第一次喝酒，你不是也坐他大腿了吗？是对他有好感？那是 KTV 的时候，那是我们朋友就闹着玩嘛，玩个游戏啊。然后我看他也没有介意，然后看他挺憨实的，然后我就做了，然后逗他玩一下嘛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我就这个样子，也没多想。那么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事儿，就是说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看清我们这段感情到底是怎么样个情况啊。那时候出了一款手机还不错，完了他吵吵着非要。我就要个新手机，怎么了？你俩手机你又没换，一个都没换，你为什么要换呢？那我就希望要一个新的，怎么样？我朋友都有。我不给他买，他絮絮叨叨了2天，
第3天晚上深更半夜回来的，买了一个新手机，我就很纳闷，很奇怪啊。第2天她闺蜜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她闺蜜跟我说的啊，是一个40多岁老头给她买。40多岁怎么就老头呢？你这说的于老师，你看都要哭了。不好意思，多用一个词老男人就可以。对，哎，就是老头。40多岁一个老大爷给她买的。老大爷。就买个手机怎么了？我就说了，我说新出来，我想要个手机，他非得等手机降价才给我买。啊，确实是别人送你的是吧？是的。老大爷送的哈。不是老大爷啊，一个成功男士送。啊，他为什么送你手机啊？因为之前认识过一段时间，在我没和胖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追求过我，但是我没有答应他。那是你曾经的追求者。对，那天我心情特别不好，然后我就把我闺蜜约出来，然后就恰巧碰上了，他就说我不开心，问我怎么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想买个手机，我说胖子不给买，然后还说你别生气，我会给你买，他就给买了。你现在谈了，你就应该把那些想追求你、想跟你搞暧昧的断了。你在这纠缠不清有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不就是恰巧遇到，给我买了个手机，怎么了？我跟人家怎么地了吗？我不是没有能力买这手机，你要愿买10个8个都可以。关键问题他可不可以买？你这样好不好？等别人给我买，你才说这话。还有别的什么吗？我每次工作完回家，他要么就是看韩剧，要么就是很慌乱的会关一些页面，我就很好奇。有一天我早点，你别这么说，说你看到了，你每次回来累得跟狗似的，你哪看到我在干嘛？我趁他出去的时候，用我的电脑的时候，他看了我聊天记录，然后回来就一直跟我吵吵。我趁他出去的时候，我有一次看了他那个在人人网上跟别人聊天什么东西的，全部那真的是比微信上面还刺骨。在网络上谁不知道是假的呀？我跟人家怎么了？就你没时间陪我的时候，我跟别人逢场作戏聊一下怎么了？我还跟别人怎么地出去了，还是跟人家勾搭上了怎么了？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？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弥补你知识上空虚，你可以多看看书啊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多出去爬个山呢，游个泳啊，健个身啊，什么都可以。你就知道跟别人男的暧昧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问一下女生哈，我听起来其实还是蛮好奇的。你说你精神很空虚对吧？为什么不工作？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就是做过一些工作，他觉得特别不靠谱，然后他又不希望我离他太远，所以就一直就闲置下来了。他就一直想把我掌控在他的世界里。好，你认为随意开口问一个人要东西不是一件大事儿是吗？是大事儿啊，除了他以外，我没有跟任何人开口要过东西。那个手机是怎么回事？其实那次是因为我跟他吵架，因为手机的事情吵了好几次，所以我就接受那个手机，想来气气他。好，我接着再问，你真觉得说坐在男生的大腿上不是一件什么严重的事儿吗？我跟他谈恋爱以后，我再也没有除了他哥们儿以外，再也没有就是说。他总说我是一个特别随便的，因为当他的面前，我确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自己。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伪装。好，在你女朋友的这个意识当中，你比较在意的事情，大概她都不认为是背叛，对吧？确实是这么想的，是吧？对，整个价值观都不一样。哎，那就是我问你那个问题嘛，那就分手好了。不分手，我相信大抵内心还是有爱的。所以针对这一对，他们怎么办？如何做调整？我们要听听我们4位老师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韩，老师你好。你是一个女孩子没错吧？对。但你也确实把自己太不当女孩子。虽然你男朋友称我们是老大爷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老男人是不可能无缘无故送高档礼物给女孩子的。如果送，那必定是有目的诉求的，大家都懂的。你有2个手机号没问题，但有问题的是，其他的男人都知道你有2个手机，而你的男朋友不知道。将心比心，换了你会有怎样的感受？因为我是一个神经特别大条的，我很没有在意。因为在认识他以前，我是用2个手机号，我跟他的朋友更先认识，他们知道我的生活习性。我觉得这件小事我就没放在心上，没跟他讲。但我不知道，他在没有我告知他的时候，他先发现了，所以他就非常介意这件事情。当然介意啊，男人真的很没面子。如果说我和我哥们在旁边，我给我女朋友打电话。他的手机拨不通，我说哎呀，他手机关机了。突然我哥们说他还有一个号码，他拨通了，你让我怎么感受？我有面子吗？你到底是谁的女朋友啊？我甚至会怀疑我的哥们和你有什么关系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再随意，
男女之间认识也不能随便称老婆老公啊，任何男人都是受不了的。而且你刚才用了一个词，我如果没听错的话，叫逢场作戏，是你说的吧？对。你说一个女孩子能逢场作戏吗？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中大家都是这样过。谁说都是这样的？以前不是这样，现在也不是这样。女孩子活泼一点不要紧，但不能太随性、太随便。有时候真的要矜持一点。我并不认为，我并不认为我这叫随便。我觉得这些话你不能随意说出口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说这个话我负责。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标准来衡量？用一个我这样的老男人的标准，也是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标准，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。真的，我们可能年长一点，说话厉害一点，但完全是为你好。我还是认为，现在要解决这一个问题，小韩先要做出改变，但你也并不是没有问题。为了讨好女朋友就不让她去工作，你这样的话导致她精神的空虚、生活的空虚，最后想入非非。所以你也是有责任的，你平时的也多陪陪她，并不是说我苦命的干活，最后我给你生活费就可以。所以两个人要解决问题，小韩先改变。我已经跟他在一起改变很多。我以前天天去酒吧 KTV 玩，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我基本上1个月才会去一次。但我告诉你，你本质性的问题没改变，你对本质性的问题还没有认知。就像刚才我说的，虽然严重了一点，但是这样的行为，我们做父母的绝对忍受不了。当爹的这股气儿又上来了啊！还是为你好，小韩，听听，李老师。既然老男人已经发火了，老女人就不发火了。其实这是一好孩子。但是呢，稀里糊涂做一些事情是不该做的，因为你年轻，可能认知上有问题。可能在我和他哥们儿之间，因为我跟他哥们儿也是很好的朋友，因为是这样认识的。我觉得如果是别人他会很在意，但是我又觉得，因为他的哥们儿我们才认识，我觉得你应该介意谁都不应该介意他，所以我就把他当自己人。但我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非常介意，他也没有告诉我，但是他一直放在心里。闺女，那你还是不对的，为什么？男女是有别的。如果你还想继续好，你要反。